The sky is the limit， 天空将是它的天花板。大家好，我是航哥，新加坡汇理证券的股票经纪、投资理财顾问，汇理 Nova 的期货外汇代表，也是新交所学院的讲师。今天是2026年2月8号星期天，给大家录本期的视频，喜欢朋友请点击关注频道，以免错过未来的持续更新。如果说你想要加入我的5个 WhatsApp Broadcast Channel 当中获得第一手的股票资讯，请通过扫描视频上方的二维码，或者是视频下方的 Google Form 的链接来找我开一个汇理证券的股票账户就可以了。那开完户之后做任意的2笔交易就可以 qualify。那如果说不想要开户，但是想要付费加入也是 OK， 请订阅我们 YouTube 会员每月75元的这一档，然后私信把截图发给我也是 OK。好，今天的视频继续来聚焦新加坡的股票。在周五的时候，美国的股市有一个大幅度的反弹，那道琼斯工业指数然后又创了历史的新高。那在外围市场如此强劲的推动之下，那在下周一开盘，那新加坡的股市应该会是一个强势的一个上涨。好，那本期视频我们就来盘点一下，在 STI Index 30只成分股和 Next 50只这个成分股当中，那哪些股票还在我们的右侧交易过程当中？换句话说，哪些还是在上涨的形态当中？那可能会在下周受益。那今天这期视频我们继续来看一看。好，那我们首先看到海峡时报指数已经在上周又创造了历史的新高，那继续它的一个上涨的一个动力。那在外围市场的强劲的带动之下，那下周海峡时报指数应该有机会触碰到5000点的大关，所以让我们拭目以待。OK， 这是整体大盘的一个趋势，是继续上冲的一个走势。那当前支撑点位大概是在4800点。好，那再看一下跟踪大盘走势的 STI ETF 的整体表现，依然是在我们的一个右侧，那下方的支撑点在 4.90， 在 4.90。这个航哥的之前的视频当中多次的跟大家提到，如果说你想投资新加坡的股票，但是又不懂哪些个股值得关注，但是又对新加坡的整体的大盘又抱有很大的信心，那 STI ETF 是你可以去关注的一个标的，当然只是个人的看法，不代表股票推荐。股票有风险，入市需谨慎。OK， 好，那这是大盘的整体的一个表现。那再来看一个 GMH， 那这个是海峡时报指数的里面可以看到 GMH 继续上冲的一个走势，是在我们的一个右侧的形态。那如果说大家还不了解什么是左侧形态和右侧形态，那请翻翻看我们每周3的 YouTube 的直播节目，在里面详细的介绍了我们的左侧交易和右侧交易的一个理论。好，那 DBS 继续上冲的一个走势，那在上方有一个小小的阻力，这个阻力是之前也就是在1月29号上面的一个高点60块的整点位，但是整体来说是继续上冲的一个走势。 UOB 继续上行的一个趋势，整体来说表现是非常的不错，而且 UOB 是紧跟着 OCBC 和 DBS 的步伐，因为它是刚刚才是创造了历史的一个新高，这个是在2026年1月23号的时候才创造了历史的新高。那短线的回调是不是进入到下一阶段的一个上冲之前的一个蛰伏？那大概率应该是的。好， OCBC 目前来说继续上行的一个形态，是新交所的股票继续上行，依然是在我们的一个右侧，而且这次业绩公布还是非常的不错，整体来说继续上行。好， CAP 继续上行，真的是非常的强劲，这个趋势一目了然。好 ，UOL 目前也是继续上行的一个趋势。至于它的支撑点，大家可以从我们的这个图中去自己观察，我就不一一的去讲它的这个支撑点在哪里了。好，节省大家的时间。最主要的今天的视频主要是放在哪些股票依然是在我们的右侧。好，那新科工程目前来说依然是在我们的右侧，那支撑点大家可以从这边读取。好， CET Development 也是一个地产股，那继续上行的一个趋势也是非常的一目了然。整体来说，下方的移动支撑点位就是跟着它股价的上冲而上冲。 OK，香港置地目前来说也是呈现一个继续上行的一个趋势，虽然说短线有所回调，但是只要在支撑点位之上的话，它的整体上涨的这个趋势并没有变化。OK，SIA 目前是在上周表现最强势的其中之一。那整体来说，你可以看到有3个大阳线的一个拉升，那整体来到了一个阻力点的附近，这个阻力点就是 6.75。如果说能够在接下来冲破 6.75， 也就是在之前去年10月份的高点，那有望进入到 6.75 到 7.2 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区间进行一个上冲。
好，那另外一只就是新电信，目前来说虽然短线有所回调，但整个的中长线来说，依然是在我们的右侧交易过程当中，尤其是这次冲破了 4.65 的一个阻力，又挑战了近期的一个高点，也就是历史的一个高点，也就是 4.92 附近。那短线的回调，这个下方的移动支撑点位还依然支撑的很完好，只要这个点位没有跌破，整体还是在我们的一个右侧的交易过程当中。OK，DFLG 是一个消费股，这个超市股票，那整体来说继续上行的一个趋势。OK，SATS 目前来说也是继续上行的一个趋势，下方的支撑点位并没有跌破，那整体呈现一个上行。它这个支撑点位因为60日均线已经很靠近我们的这个支撑点位了，所以根据我们右侧交易方法的这个设定，那60日均线就作为我们的一个保险丝，所以目前来说应该是在3块6毛6，只要没有跌破，那整体呈现一个继续上行的一个趋势。好 ，Wilma 目前来说继续上行的一个趋势，它的绿色区间一目了然。这个是突破了这个阻力点，这个阻力点就变成了当前的一个 breakout point。突破点之后，来到了2024年10月份的高点。冲破之后又有一个回踩支撑，所以这个3块3毛6有可能是当前的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支撑。强有力支撑之后有所反弹，那整体的这个趋势依然向上，是 Wilma。好，凯德投资目前来说继续上行的一个趋势，这是自从2025年12月19号进入到右侧之后的一个缓慢但是很有节奏的一个拉升，但是上方是有个阻力在3块2，只要这个点位如果说能够突破，那整个就变成了 The Sky is the limit， 天空将是它的天花板的一个图形。那当前的支撑点位大家可以看到，这个是在2块9毛6。好，那海指成分股当中还有一个就是凯德综合商业信托，在周五公布业绩之后是有一个大幅度的一个上涨，而且这个上涨已经突破了 2.44 的一个阻力。这个 2.44 的阻力，一个是在2025年10月28号，一个是在2026年1月13号这样一个高点。这次突破之后，作为一个 breakout point， 伴随着这个大交易量的一个提升，那整个的呈现一个继续上行的一个趋势。那当前的支撑点位在 2.34， 只要没有跌破，那整体呈现一个上行。在2月13号，也就是星期五的时候会给股息除权。好，这个是 SDI Index 里面帮大家选取的这么多只比较有代表性的，依然是在我们的右侧交易过程当中的一些股票，看看有没有你正在关注或者是正在投资的。如果说有，请在我们评论区打出来它的名字，让航哥知道一下。OK， 那我们现在进入到第二个这个股指，就是 Next 50的指数，次级50，他们追踪的是中大型的股票，但是比 SDI Index 里面的龙头股又次了一级，所以叫次龙头的股票。那在这个过程当中，那我们可以看到哪些股票依然是在我们的右侧。首先是红牛 Asia 继续上冲的一个走势，依然是在我们的右侧。OK，SBS Transit 那目前来说也依然是在我们的右侧。那当前的支撑点位在 3.23， 那下方的60日均线在 3.21， 所以我们就以 3.21 作为我们当前的一个支撑点位。OK，UBKTN 大华机械目前来说继续上行的一个趋势也是一目了然。那下方的支撑点还在这边稳稳的支撑，所以它已经创造了近期的一个新高。整体表现非常的强劲。另外一只消费是属于居民消费股、超市股票，生松集团继续上行的一个趋势，一目了然的。下方的移动支撑点位，我们的60日均线现在已经来到了 2.68， 整体呈现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走势。而且这次的突破呢，你可以看到是在 2.75 这边是有一个大幅度的一个上冲，一个突破，所以整体来说呈现一个欣欣向荣的一个走势。好，富 Empire 目前来说，富旺潮集团也是突破了2025年9月份的高点，那又来了一次回踩之后继续上冲，那整个的下方的支撑就比较坚实，那下方的这个支撑点位在 2.6 左右，呈现一个上涨的一个趋势。好，博纳集团 Propnex 目前来说是进入到我们的右侧之后，经过了一波两波的一个调整，现在下方的支撑点位 2.05， 只要没有跌破，那整体还是呈现一个上行的一个趋势。好，那 Boosted 目前来说，这只股票继续上行，下方的移动支撑点位可能是在 1.84 的左右，这次是突破了2025年10月份的这样的一个高点，那整体呈现一个继续上行的一个趋势。好 ，China Aviation Oil 中国航油继续上行的一个趋势也是一目了然。OK，
Franken 目前来说是有挑战近期高点，2025年7月高点这个点位冲破之后呢，有所回调，但整体呢还是在我们的一个右侧交易过程当中，下方的支撑点呢只要没有跌破，整体呈现一个上行。OK，Centaurus 目前来说也是继续上行的一个趋势，然后依然是在我们的右侧，只要支撑点没有跌破，那整体还是上行。OK， 这个是3Tech REITs， 那目前来说继续上行的一个趋势，那当前的支撑点位呢可能是在 1.4， 这个是3Tech REITs。OK， 这个是 CapitaLand India Trust， 这个是印度的这个 Trust， 目前来说继续上行的一个趋势，这个一目了然。是在下周是2月12号会发股息除权，这只股票整体还是继续上行的一个趋势。好 ，CSE Global 目前来说继续上行的趋势也是一目了然。OK， 那最后一只股票呢是 Capital Infrastructure 这个基建这个 Plus， 目前来说继续上行的一个趋势，然后业绩也已经公布了，然后在下周呢有这个股息除权，但整体来说这一波的上冲是非常的一目了然，表现是非常的强劲。这个是 Capital Infrastructure。OK， 那整体来说呢，今天跟大家选取的就是2波，一个是龙头股票，一个是次龙头股票。哪些股票呢？依然是在我们的一个右侧的交易过程当中，值得大家好好的关注一下。尤其是在美国的市场在周五大幅度的一个拉升的情况之下，那对于新加坡的这个龙头、次龙头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推动，所以在下周一定好好的去关注一下新加坡的股票，这个动到5000点是指日可待。好，那我们就这样，请大家继续关注航哥的频道。我们有什么想让航哥聊的股票，请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。如果说想要找我开户，请通过扫描视频上方的二维码，或者是视频下方的 Google Form 的链接来找我，来联系我。好，只要做任意的2笔交易，就可以 qualify 加入我的5个WhatsApp broadcast 圈组当中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视频就这样，祝大家周末愉快，咱们下期见，拜拜。